去年10月变动了客厅摆设的这挤压，再看一下这个动画。虽然公寓是老公寓没错啦，但是我的电脑萤幕也是10几年前的款式，所以整个氛围就还是很有历史的感觉。隔天有一位观众就私信跟我分享他的桌搭以及心得，因为米拉爸平常没什么人会理我，所以非常的感动。但感动之余也注意到他的桌面漂亮的萤幕，一问之下，果然是我之前就已经久仰大名的 LG C2， 火立刻被烧到，立刻下单买了一台二手。哇，我的电视终于到了！但悲剧的是，我不小心把门关上了。我要等看有没有邻居下来。回家了，它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轻，其实不难搬运呢。来，安装。其实很久以前就决定有下一个机会的话，一定要买 OLED 的萤幕。这次刚好被烧到，又在拍卖看到有人卖，含运大概花了13600，就决定让自己奢侈一下。当初原价真的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价格。为了赢取这台42寸的大家伙，原本的桌面增高架也不能使用了。本来还很宽的桌面，在塞下萤幕后，也只剩下喇叭的空间。快速设定电视的系统，其实如果只是使用这一台当成电脑萤幕的话，是没什么问题。Yes! 整个桌面简洁漂亮，但是我还是想维持之前双萤幕的使用习惯，就还是要继续调整。初次体验 4K HDR 的画质，真的是有不得了新世界的感觉。所以欢迎收看我们在第2名快速评选。遥控器的指标好像逗猫棒，希望咪咪拉拉可以好好对待我的新萤幕。接下来是背光模组，之前确实我看到的是高阶品牌，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看下去。在网友的提醒下，才发现确实有平替款，虾皮上快速搜了一下就买到了。本来以为这个平替可能就只是低劣的仿品，结果打开来包装，不但盒装完整，还有精美印刷，有品牌名称，线组摸起来的品质也非常不错。希望装好以后不要让我失望。因为上面最大只能选34寸，所以就硬上看看吧。安装的方式也很简单，用内附的双面胶夹具贴好之后，再把灯条塞进去扣住就可以了。电脑上安装下载软体就可以测试了，而且软体功能也很完整，可以指定颜色或是随着萤幕内容变色。马上来测试看看，这个时候当然要找个华丽鲜艳的影片来测试咯。很困惑的是，这个产品既然有品牌，为什么虾皮页面上都不提呢？它只写了幻彩水平同步灯条，我还以为是个大白牌嘞。上网一查，这个牌子甚至还有官网，不但产品线完整，还有清楚的介绍以及资源。我只花700块，我真的觉得太超值了。虽然它的颜色可以调 RGB 很炫炮，但使用一段时间后，我好像也只会想要固定让它发出暖白光就好。接下来，因为我要维持用笔电达成双萤幕，所以势必要把萤幕架高，而且架高的高度必须要高过我这台16寸的 MacBook Pro。计算了一下高度及电视的宽度，市面上普通的萤幕增高架都是不适合的，长宽也许还可以啦，但高度至少要15公分，就很少见了。除非是定制，不然就有些难搞。定制的话，花费可能就要2-3千以上。想说再看看有什么可能性，因为刚好我家有囤 IVA 83×30公分的层板，便宜又坚固，就拿来测试看看。没想到还蛮适合的，它的承重性也无话可说。至于桌脚，暂时先用喇叭当桌脚吧。其实这样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啦，就是观感不太舒服精致。网络还有卖这种 DIY 的桌脚，有各种高度可以选，感觉应该蛮适合，就买了15公分了。等了很久，明显是从中国运来的。开箱后明显感觉到的是，光看这个脚的粗壮度，应该是真的可以相信它的承重力。安装上其实也很简单啦，中间有个定位的锁上之后，就可以把旁边3只螺丝也锁上。要注意是它这个铁片，它是有分正反面的。
有没有这个会比较凹，就可以螺丝钉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比较平一点。然后这4边是要固定在木板上，这边也是有做凹的。桌脚的部分完成，稍微确认一下要锁上的位置。如果不喜欢这个铁的话，这也可以拆掉。然后4角想加强的话，也可以把它磨圆。唯一缺点大概就是4个角会有个缺角。实际放上后，我是觉得这个角的粗度好像有点影响到整体的美观，不太精致的感觉。但可能看久会习惯，就先这样吧。桌脚也有做防滑，层板宽度是35公分。放上电视后，前面还有大概20公分左右吧，还是足够放很多的东西。缺点就是猫要站在上面也是游刃有余。你们走开啦，我这样怎么搞啦？滚，走开！桌脚加上层板的厚度大概17公分，再加上电视本身的脚架，完美的让2台萤幕可以切齐，不会被遮挡住。喇叭左右放置后，也把桌面横向利用完了。虽然美观层面做不到100分，但以实用性来说，完全是有达标。600块左右的价格 ，CP 值很高了吧？再来，我也把萤幕挂灯给补上了。因为有之前买过小米萤幕挂灯的经验，我确信除了亮度、颜色性这2个指标我会在意外，更重要的是非对称光源的切线要漂亮。我知道无脑选的话 ，BenQ 绝对是第一选项。但是就是想看看有没有 CP 值更高的选择。在我又把网络上所有评测都看了一轮之后，我找到了一款应该大家都会略过的牌子。先来看看光路的切线，可以看到它确实光路的切线可以跟 BenQ 一战，切线的反差是蛮明显的。实际装上使用后，确实也没有让我失望。角度如果抓好的话，萤幕几乎没有任何被照到的感觉。因为是12寸的萤幕，再加上还有增高，即使光路没有问题，光源在这么高的地方打下，眼睛还是会看得到 LED， 所以我有 DIY 多加个遮光板。实际使用下，晚上没有开大灯的情况下，就可以看到光线完全只在桌面，不会影响到视线。接下来就公布答案吧。这是奇美的萤幕挂灯，我好像只有看到一个 YouTuber 有测到它的光路。它刚发售的时候原价其实也是不低的，可能销售之类的问题让它现在有这种促销价。以我使用上来说，真的觉得非常超值。遥控器我其实也只会使用开跟关，亮度设定自动，色温设定自然光就很 OK 了。最后再说说这段时间上使用42寸电视当萤幕的感觉。原本的确也会觉得会不会太大啊，因为我家其实本来就有一台42寸电视，只不过它是 1080p 的，边框又很厚，所以就没有想过要把它当萤幕。但应该真的是边框的关系，视觉面积上小了非常多。设定上我设定32×1800的解析度，剪片的时候边缘的小字也不会小到看不清楚。而且可以容下更多的内容，也很清楚，效率也有一定提升。甚至现在会觉得用笔电的萤幕，很多细节都看不清楚。缺点有好几个，像是没有办法像普通电脑萤幕随着电脑开关，导致每次我都还是要用遥控器来开关，就会让我有些中轻量化的使用时就懒得打开电视了。第二个是设定上，每次连接都还是要重新设定 Mac 上第2显示器的输出设定，包括指定解析度及排列，这个真的是很困扰。我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很好的找到解决方法就是了。目前就是快乐与痛苦并存着。再来就是萤幕大，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影片的细节，也会让我觉得 1080p 的解析度真的是不够。现在看我以前的影片都觉得好糊哦。
OLED 显示黑色的纯黑，我也依然惊艳。倒是 HDR 高亮度方面，可能是年纪到了还是怎样，我发现我对萤幕亮度的需求并不高。现在新的萤幕技术都在拼亮度，但实际室内真的不需要太亮，有点浪费电又刺眼就是了。以上就是这次的桌面升级啦，暂时好像没有什么太不满的地方了。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再帮我订阅、按赞哦。我是米拉爸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他刚刚有这样吗？你该给没有说。你在看什么？小蜜。